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参加的是台北的智慧城市展。那主要这个展就是介绍跟城市相关的一些设备啊。那最近比较火红的大概就是一些 AI。讲到这展就很好笑，去年的时候我有参加这个展，然后去年不是台湾在搞那个什么清零嘛，然后就有什么5个外宾还是几个外宾得确诊，然后参加这个展的每个都收到了那个细胞简讯。啊，我比较聪明啊，我不会那么白痴收到这细胞简讯，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去年就会爆炸，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都把手机啊变成是飞行模式啊，然后呢出门也不会带悠游卡，就用现金支付，所以根本就不会发生收到细胞简讯，所以说安然的逃过那一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有什么特别的。其实啊，这个展大部分都是一些政府单位啊，我政府单位我都不太想看，我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单位的展这样子。那这个话就是说，它可以在上面有个互动，比如说你手可以这样子按。它可以，这个面板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设备，然后那个是 AR 是不是？这个荧幕上现在是 VR。VR。对对对。然后就是我消防员的职员训练。了解了解。OK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比较倾向于那个小孩子在玩的嘛？对，这是我们今年1月的时候放在星光三月。是。了解。主要就是吸引青年是不是？对，亲子族群，然后跟年轻人，所以因为 Kiosk 除了可以播广告之外，我们希望它可以多一点接触。了解。对对对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小活动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们来去看一下其他的吧。Emma， 哦，这就是刚才那个 Emma 的虚拟实境的。哦，你看，他就帮我那个。有点像那个去背的模式，把它贴上去啊。但是你看它的摄影机是这一支，我后面并没有绿布哦，它就是帮我 key 上去了。所以它会自动去背是不是？它就是它这一支照我嘛，对不对？人像去背，所以它会辨别到人像的部分。哦。人像以外，它都去掉。都去掉。对。可以让学校在教室的每一个普通教室的活动，就不用再另外建置特别教室。不用再建置绿板就对了。哦。比较不会有空间的限制。对啊，对。摄影范围照得到老师，是直接使用这个系统。那Emma 就是指这个吗？是不是？这套系统主要是我们可以把很多老师的数位教材去叠合在一起，它可以放图片、影片、PPT、3D 都可以。了解。对，那3D 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平板去做控制。那每一个素材，看这边就是 PPT 的列表，对，然后点出来它就会出来。然后像是3D 的部分，我们会有可以播静态的、动态的，或者是甚至是结构型的3D 了解。对，辅助现在的更多知识型的教学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软体还是用那个还是要设备吗？还是怎样的？主要我们贩售的是软体，那软体会搭载在主机上面。哦，电脑主机是不是？对，架构上就是会有一台主机、一台平板跟一台摄影机。是。对，蛮单纯的。了解。好像就是可以介绍那个学校的那些地理的课程啊，然后叠上去。那我们的内容是跟南一出版社合作 ，OK， 所有的内容应该都是符合现在 K12教育的内容。是。对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然后这一支就是360度的那个摄影机啊。这家也是常来展的，每次看到展览都有看到它。它是可以用来去加上工放区卖声卖无限哦，
它这个萤幕很屌哦，还可以是，不好意思，透明的，这个很厉害哦。这个萤幕很厉害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是做哪方面的呢？您是最南边，我们这边有主要是萤幕还蛮屌的。对哦，萤幕是我们日本前这些前面 display 的产品这样子。这是市面上最透明的一个产品。这个萤幕很屌哎。对，非常屌，只有它，全世界最透明就是它一个。它的技术上就是最透明，没有。所以它就呈现2种颜色嘛，是不是？它是彩色的。它是彩色。彩色的。图片可以放上去。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，它跟它两面看是一模一样，有彩色的。是哦，现在看到是黑白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它现在搭配的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情境哦，那它这用途就是两边站在那边讲对话，是，对，所以它就不需要色彩，但是可以到4096色，4096题。这个我想到一个地方可以用在那个汽车啊，有客户有兴趣对啊，对啊，你放在汽车前面嘛，你还可以就是可以边。就是你的余光可以看东西，然后又可以看到前面的东西。对，这是非常新的产品，就有这个功能。这很屌。讯息，没错。这真的很屌。对，然后有那个透明嘛，然后有彩色，然后有能够显示讯息，所以各种用途都可以。比如说我今天那个放在车子前面，对不对？以前是用投影的，对。它现在不用这个，你就是就贴在汽车玻璃上面。对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放地图。没错。对。然后地图跟那个实体都结合在一起。对。就眼睛就不要这样子。这样瞄来瞄去，对，没错，就可以直接这样看。这个使用，但是就是车用有些车用的一些规范怎么样？那我们现在你目前这个产品现在还没到车用的规范的等级。那个一定是先从后 aftermarket 开始玩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很多这新的东西才刚出来而已，所以这个有在卖吗？这没有在卖。这可能不能给，因为我们只有2张。我知道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。没事，你可以看。可以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啊？可以。这个可以，这个有在卖吗？市面上没有，还没有在卖。之后谢谢。可以跟我们。你好，等一下。所以后续如果有需要那个，我是做视讯方面的。对。所以想要可以运用我们的透明视讯，对，这个还蛮屌的哎。对啊。这不夸张，这是最透明的，因为透明屏有 Micro LED 有 OLED 的技术，是透明屏。对，那他们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这个双面看一模一样，而且透明度最高。甚至于这个做那个拍片也很好用。拍 YouTube 的影片，因为你比如说你放在前面，然后显示文字，你有个手可以这样指。对。因为我们在拍片的时候，你手去就可以摸吗？不是，不要摸。对。就是我稍微比一下，比如说我在拍片就这样指。我在背后，因为它是透明的嘛，我就可以这样指，这样子，就是观众他会比较注视到你的手指在干嘛，比你传统的那一种用去背的那种模式会好太多了。对啊，就是那种专注力。对啊，看着荧幕就好，对不对？就屌啊！对啊，没错。对，那你是说它可以变成是彩色的，那就它就是彩色的，可以秀成。它是这个没关系，你如果有 YouTube 的影片吗？可以秀出来就很漂亮。因为如果只是纯影片的话，它就比较不会像文字这样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个是我目前最近这2年看到最屌了。也确实手感，你看玻璃的透明度是92到93，就根本跟玻璃一样啊。对，它92跟它90%。是啊，对。现在就是将这个电脑的萤幕投影到那个玻璃上面去。对，没错。它就传统 HDMI 嘛，怎么接就怎么接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萤幕都直接。对 HDMI 就是 HDMI。对，然后接个电源这样。对。然后现在把电脑的影像打到那个萤幕上面去，这是日本的技术啦。日本显示器全面 display 的最新的产品。所以看得到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所谓的就是全彩就是这样子。对。但我还是觉得刚才那个黑白模式比较，这个开车可能就没办法用到。对。会挡到你的眼睛。如果是开车那种。GPS 啊，就是那个道路贴上去那一种，它还是很透明，是可以啦。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后面就是看起来。对，看得到，你看。对，真的你看得到，对，是啊，它还是非常透明。是。然后这样，
这个还蛮屌的。所以你可以很多寻公司，这个想象空间太多了。没错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新产品刚出来，我们现在在收集各种想象空间，这种使用方式、各种使用情境这样。我想得到的会比较偏向于视讯，比如说车子是第一个想到的嘛，第二个就是拍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透过一个触控萤幕手写字，然后就可以像有人就譬如说在片场，可是他现在不是都是用很多影像合成的拍？对。他只是一个蓝色背景荧幕，怎么看不见？对。这个就能够看到你在干嘛这样。是。放在后面，就是也是可以当那种。对啊。非常透明。转过来 iPhone。对，很透明有没有？就变成一个商品，后面放商品，然后前面播那 commercial。你们这个目前萤幕最大几寸？这个是目前最大20.8。20.8寸。OK。然后后续之后可能会有到30寸的规划。对，有28寸、30寸。这个还蛮厉害的。对啊。就目前就这两个。这还蛮实现，这两个。可以，这个。可以，这给你拍一下。我看一下。没有拍一下。哦，了解。OK。有兴趣可以跟我们明确联络这样。好。这是12.3跟20.8的规格。OK。看一下，那个录拍，1、2、3，那个是透明的萤幕，真屌。所以目前应该还不算量产哦。这个秋天才量产。哦，秋天量产。对。这个还蛮屌的。你应该是做声音无线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吗？那个我们是日本的这个，那这一家的好像目前因为他有跟客户开会，所以我们目前对，因为我们算是大家会摆错重点，会看到这一台，对啊。非常。因为这个展场其实是他们邀请我们了解。借他这个亮机，他们的翻译效果非常好，非常快，然后搭配上我们这就好像两个人在对话，用不同。现在那个我们看到的都是用 Google 翻译嘛。对。不然现在，但都会比较慢一些。他们翻译的很精准，然后就是目前有4个语，就是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。了解。对。那他们后续也会有在扩张语言的数。现在更屌是用 ChatGPT 翻译啊！你请帮我翻译这一句话，可是就是说应该是可以，可是他们在特化还很快。对。那个 ChatGPT 之后可能一些其他功能有可以配这个，确实是可以。这个比较屌。这就是可以2个人坐在对面，然后同时可以当成一个那个。是。就隔板嘛，可以看到一个隔板，就不会就有防疫的效果。就是刚刚去日本你要跟他对话，他讲日文听不懂，你讲中文他听不懂，那有这个可以秀出来，2个人都听得懂。然后他就可以就是设计成这样子，切成一半，然后一半这样子。我讲话那边出现，那边看得到那边。其实他们现在有去日本，我现在去日本，他们都很聪明，他就直接用 Google。没错，他们就直接用手机直接讲话。这样看完之后跟你讲有没有？那就感觉就会比较停顿。那 AP 对啦，这就可以即时对话。在饭店，然后在车站。对啦。比如说你在饭店的柜台前面就可以摆一台这个设备啊。对，比如说把它插回去。对。转过来，角度对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我是画错重点。我觉得这一台比较有想象力。是。对。这是最新的，我说。对。但是硬体要配完，它才有它的价值在，所以我们还就是很多想法配法，比如说。所以你们通常是在做视讯方面的。视讯。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还重点应该是，比如说你会放在车子上面嘛，贴在车子上面是后装市场，但是你要先找到一个 GPS 的软体，因为我们现在 GPS 像 Google Map 它都是彩色的，对，但是你要找到一个是黑白的，纯黑白的，因为那黑白就很单纯啊，比较不会遮住你的视野。黑白的那种，这样子结合在车子上面是蛮屌的。没错。对啊。因为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很多客户都很多 idea，但车用它的车款规范必须要克服。没有，那是前装啊。对啊。前装就是说你买车子就帮你标配这样。对啊。那当然规范就但是后装就是自己去装的那一种。没错。一定是从后装开始玩。对啊。后装开始。但它让你翻得很快之后，像如果这边一个对话就会很流畅。那你现在讲话就可以马上翻吗？对，它可以抓得蛮清楚，它抓得非常精准。那我现在讲话是不是？对。我现在讲话你听得到吗？你可以一直讲，不用停。我看到了，他在翻译。那他的翻译是后台在翻译嘛？他是透过 Internet 嘛？云端。那他去抓的是，他会先把你讲话先精确的抓下来，第二步再去矫正。了解。2个 know how 再这样。对，那这云端进行，所以精度还蛮高的。这我倒是觉得做成那一种
手持式的会比较。哦，没问题，你只要能够上网，它就能运用，是可以的。他们是有提供 API 吗？他们有提供 API 的话，你就可以整合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做一个 APP 嘛，就可以自己写个 APP。对，毕竟是软体，想要怎么搭配应该都是可以。对啊。其实就是看客人需要什么样尺寸，什么样的。他们是软体公司，那有 API， 就可以串接啦。对，所以它就能够配合手机。不一定也需要这个，可能客户想要更大的，或是投影式的。对啊，比如说你要提供 API 的话，我就可以，我是 APP 工程师，我就会基于它的 API， 我就直接写我自己的程式嘛。就一个界面。就像你现在用 Google 的那个，觉得它翻译很烂，那就用它的。他有拿到名片？有啊。你拿到没有拿到？你有刚刚有吧？对，所以还蛮屌的。对他们。你也留一张名片给他们。所以他们的这个翻得非常快，这样的就有很好的体验，有没有？是。体验就会再延伸其他用法，这是我们。是，我觉得蛮屌的，蛮厉害的，对啊。谢谢。是。它真的很屌，它这照得很准。你看黑色的字，我觉得比较好。黑色的字。对，彩色我觉得还好。哦，黑白比较好，对，黑白比较好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不好意思，这是 EP10， 是比利时公司。那我们浩洋是它的 IC 吗？对，它这个是 IC， 是，你可以从这里看。了解。IC， 然后它是可以把所有的能量的物理能量，然后转换成电能，包含太阳能、生能。对。这什么能？这个生能，然后这个是温度能温度。然后或者是 WiFi 或者是那种无线的，对，就是说你现在的这种无线，但是它需要特定的一个发射器，因为一般像这种手机的这种 WiFi 的这种讯号有一些法规，所以它的能量都不是太强。了解。那你如果有那种特定的，像比较大功率，像无线充电那个可以吗？无线充电是可以的，可是你无线充电大部分都是你要去碰触。对。那我们这个是从，就是说，类似像那种大耳朵那种高能量的，然后它会装在，比如说无人的厂房，然后它会用这个，它又不是没办法去插电，它就会把这个就无人的厂房，它把它能量打到这个机台上面，这种设备上面，然后它全部转成能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能量越强，跟太阳一样，你太阳光越强，它的储能就越快。但是我们是在室内的，所以就是说这种灯光，即使是很微弱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吸收，然后吸收就由它来转换成电能。那请教一下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刚才有说这么多的能量嘛，对不对？什么生能啊，有太阳能，有光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动能，还有什么的？它这里同时吗？还是这么多人选一个？其实这个是你主要是看你的环境跟你的设备，因为这个东西是，比如说你太阳能，那你就需要太阳能。对，那你说是 vibration 的，你就有一个振动器，它借由这种振动，然后产生那个电能出来，经过转换。那因为这种转换后转换出来的能量很微小，那一般是没有办法去储存这样子的能量。那是透过我的 IC， 我的 IC 就是我的电压很小的时候，我可以把这个电抽出来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空间中有太阳，有这个光能嘛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无线能嘛，对不对？我同一个时间点可以截取太阳能跟无线能嘛，这样子。就看你的 device， 就是说你的输入有，就是说我这个是有一个电压的 input， 那你的 device 你可能有个太阳能板，对，然后你这里又有一个无线的能量，你就可以把它同时接进来。但是一般不会这种重叠，因为你如果说太阳能跟这种声波的话，它其实它这个电的产生是不一样，那你这个在接收的时候，它就会比较会混淆。所以我在想，它应该是个电源管理的 IC 吧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想吧，因为你前面还是有个太阳能的那个基板嘛，那个电源管理也可以算是电源管理 IC 嘛。对，是电源管理，就是说我这个电的 input 可以比较低。对啊，就是它可以吃很低的电嘛。对。然后传统的电源管理 IC 可能就忽略不计了。对。可是它可以把几乎忽略不计的东西把它收集起来。对，我主要是要送微能量出来。微能量嘛。
那主要这个就是强调在绿能环保。哦，了解。因为你像这种 portable 的话，是电池常常会用久了就要换，了解了解。所以这个会造成污染。了解。那所以说它就是透过它可以把这些能量出过来，像这个就是遥控器。哦，它就不用电池了。那经过我的转换，我就把它存到这个电容。是。然后我平常不用的时候，我就受这个光，它就会收。然后我就一直储电。这应该是算那太阳能的那个基板的哈。对。哦，了解。类似。那不对，那我想请教，那以前那种卡西欧的那种计算机，不是上面有基板吗？那个跟这个东西应该有类似这样的 IC 在里面啊。卡西欧的基板也是有，像卡西欧的计算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有什么差异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问这样的问题。可以，因为卡西欧的基板，它的就是说，因为以前的那种display 的那种是更小的电，那种更小的微能量的电，所以而且卡西欧其实你说它其实它还是有加一个电池，对，还有电池，对。那这个太阳能像我们一般的那个，就是说计算机啊，计算机不是有对，小牌啊，对，那一种是因为它的那个显示的那个 display。它有一个 micro， 它会去做控制，因为那个是很成熟的产品。是。可是它如果要用在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应用，就是能量要更大的。对，就是说我吸取的能量要更准，要更能够更快速，去把它储存下来。那你说卡西欧那个，它就只是单纯一个数字的显示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能量就用的很少。你这个的能量，它会存到一个特别的电容里面嘛？电容、超级电容，或者是电池也可以。那个电容大概就是我大概知道那种电容，就是可以存个1个月的那种电容嘛。大小其实就是说，第一个看你的应用，是因为你这个基本上会比较偏向 portable 的东西，是，所以你这个东西不会太大，是。那而且你的应用的这种电力的消耗，也会尽量是最小，是。所以你可能就是定期的 WiFi 的把资料做一个发送，是，传回到你的主机。了解。我大概知道好，谢谢，我大概这个就是硬壳的电子，了解。这种就是现在卖场是。那平常卖场它后面会加一个大电池，那就这样就搞定了。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卖场它的灯光都一直在打的时候，它就储能，它就不用再去换电池。谢谢。对，谢谢你哦。不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继续看别的摊位吧。还有个非凡电视台的那边没有看到人呢，这个形象广告而已。这是啥？其实主要都是一些 VR 跟 AR 的一些东西啊。看看什么？我们看看广达在做什么吧。你们这些都是医疗的东西？对，医疗的设备。它是 USB 界面吗？都不一样不一样。对，都不太一样。像这个是 USB， 然后就是这个也是 USB。USB。它就是说你 USB 接电脑看得到画面。对，就是接推车或者接电脑。对，然后就可以把影像传到E4端这样。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 Webcam 这样。也可以这么说。就是我说它的传输界面就像一个 Webcam 这样子。还是也可以这样子讲。那它是标准的 driver 吗？还是？也不是它这个 UVC 的吗？还是？它这个是算是 UVC 的吗？这算是 UVC。有 MoJ 吗？MoJ 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其实这不是我们家做的。这不是你们做的？了解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，我们是你们是卖平台的？我们是智慧医疗的平台。对，我们是就是视讯的平台。了解。像这个也是嘛，这不我懂你意思。然后这个就是都是别家做的。别人家做，然后你们是卖那个平台。对，我想说你们不是做硬体的吗？我们算是做软体了。做软体，这是广达吗？对，我是广达，但是我们team是做软体的。真的对，厉害。比较不一样，比较厉害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组的。你们自己组的。这个推车是我们自己组的。但是它不一定要用推车，就它病人端可以是推车，可以是手机。我比较好奇的是说
比较问一个比较废的问题，你这个怎么转成90度啊？没有，它就只是这边有做。你们有卖那个轴吗？这个轴？这个也是我们买的啦。你也是买的哦？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对啊。但笔电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哦，笔电是你做。因为我们自己就有做笔。是啊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对。那这个转就是其实它只是这个轴可以转而已，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吧。就是这边。可是你要想，它这个电视很重它要承担这个重量。对啊。对啊。这个有特别设计过。对啊。但是这个是买的。对啊。这个是应该说我们跟厂商说我们需求，然后去算是有点干来的做的。了解。哦。像有一些，像你们现在投成这样是90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加39。所以你们是接电脑吗？算是接电脑，等于就是有点双屏幕的概念。哦，它如果是接手机，它可以呈现90度满框吗？其实手机没有啊，手机不会打画面。哦，了解，好，没事啊，我只是想到另外一件事情。OK， 好，没事，谢谢。其实每个人的重点都不一样，我看到的是转90度的事情。这个是广达，他们是做平台的，还蛮厉害的哦。他们不是刚才讲那个人，他是做软体，他不是做硬体的。对，颠覆了想象。这就是华硕、卫星犬，这个也看了很多次哦。还有展示胎压侦测器，还有一些行车记录器啊，对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行车记录器啊？对，车用的，或者是一些先进设备，了解。车辆管理运输。是那种卡车的那一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卡车、货车。OK， 还有那种什么团队的那一种。对，也可以。了解。或者是相关的特殊的像垃圾车、长照。是。康巴士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有。这个是做加密的哦，这是刚才讲的加密的，就是有一些机制可以嵌入到你的笔记电脑上面，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做法就是采用的是人脸辨识吧？是人脸辨识吗？你们是用人脸辨识做加密吗？还是？是我们是用一个叫超分隐私的。哦，了解，是。了解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刚有聊，是说这边的话是你们乱数产生器在里面。乱数产生器，对，它不算是加密，不算加密，加入乱数，是，然后打乱你的资料这样。哦，那你们是在那个内湖哦？是啊，我刚才讲那个是那个有个随身碟在做那个那样，对，好。所以他们是想要把它整在这个笔记电脑上面啊，这是软体啦，软体就是可以整在任何的 device。是。为什么有一些我们上网站的时候啊，他们叫你去点说啊哪个是树啊，哪个是红绿灯啊那些的，那个跟这个有关吗？这个没有关系，那只是辨识你是不是机器人，或是你是真的人。了解。但不能辨识你的身份。是 ，OK， 了解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再见。然后这边是做 standalone 的机器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所以像这种的话，那个 API 那个 SDK 的话，你们会提供吗？开发嘛，我是软体工程师啊。假设我是软体工程师，我要怎么基于你的硬体去做设计这样子，去开发我自己的软体这样。Linux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是提供 Linux 吗？还是？基本上是看你的硬体。是。我DOS、C、Linux。哦。那像 NXP 的话，这是 ARM 的。对 ARM 的对，它只有支援安卓跟那个是 Yocto Linux。哦。其他的都是X86的。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啦，那个 ARM base 的啦，对 ，OK， 好，
所以这个什么 driver 那些都有，都在安卓里面都有。现成的界面、现成标准硬体界面都有。OK， 这就是一个开发平台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些创新的，就是通常一些是政府单位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展。那你看很注意看他们现在他现在还在写元宇宙。你看那上面还是写元宇宙，可是他不是现在已经不流行元宇宙了，现在是流行的是 AI 的那个 ChatGPT 啊。可是现在看到那些标题 slogan 都还是元宇宙，所以我可以预期啊，明年的时候全部都是讲 AI 语音了。他们这种展都是会跟着时事在走的，那什么元宇宙啊什么 AI 啊，AR 啊，什么 VR 啊那些的。我们去看一下数位产业主题馆，那边比较有多视讯的设备。好，那这个混合实境摄影，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那这是跟奥普玛一起合作的。这是。那在学校里或是你的机构里面，好像我们有最近这几天有一些县市政府，他们也在跟这一支它是那个原展啊，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些 USB 的文件摄影机。那我是对上面那台比较有兴趣，那台它那台就有 USB 跟 Ethernet 的输出。在这一区就比较文创一点了，看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是东京艺术大学的学生。了解。在花就是用这一片板。这个是银杏嘛，要镀上去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个是黄铜本身的颜色。黄铜本身的颜色，所以它本身也是个银杏，对不对？这是金属敲出来的。敲出来的哦。这全部都是金属。所以这不是银杏，这不是真的银杏。不是银杏，没错。我是说，我就捡来了银杏。对，是真的捡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看它的比例。做出一个新的。有点仿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完全都是金属的，对了。了解。所以我以为这是银杏镀上去的嘞。没有。对啊，这样就是。然后像这样的色泽不同，其实是骗这些废材本身的特色。然后我自己去设计，也让它看起来是。了解。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对。都是金属的嘛，哈。哇，好厉害哦。不同的金属的特性去做适合它的。了解。因为有些金属不适合用来做漆，它不能接触石，所以就会依照它们的特性。这个可以打多薄呢？打多薄，差不多到这里就是极限了。极限了哦。0.3。好厉害哦。因为再薄就滑手。了解。刀片。是。大概走完了这个智慧城市的第1层跟第4层2层哦。那主要跟视讯相关的设备并没有很多啦。那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来这边逛逛。那这边看看一些新的一些技术也不错啊。那但是这个视讯的一些设备没有想象中的多，倒是真的。谢谢大家。